老人就是明明手都没力了，他还是要煮饭哦。那个厨房的台面啊，要降低一点还是什么的，一大堆哦，就去弄这个东西，很特别。如果再让我重来一次的话，我会往这个地方发展哦。就你看到我就不是买房阿元哦，你看到我是什么老人房阿元之类的。因为我个人认为这个真的是，我当然知道社会上有资源，你要投资，应该要放在小孩子身上，小孩子是明亮的未来嘛。嘿，那你放在老人身上有什么用？没什么用，他只是来一个终老而已嘛。哦啊，就是这样。可是就是帮老人做啊，就来个终老啊，不要带着恨离开这个世界嘛。努力了一辈子，还不是就是想要安度晚年？所以银发室内设计哦，真的是有机会你可以去尝试一下。装潢该怎么弄？第一次买房要注意4大基础工程不能省，加3件入住后最容易后悔的设计。先说结论哦，3个最容易后悔的装潢。第一个，插座位置跟数量不够；第二个，灯光设计不佳；第三个，过度追求造型。做装潢之前要特别注意这些地方。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台中星光3月满血回归，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第一次买房装潢要注意什么。这是来聊 Dcard 上的一篇 po 文，标题我念一下。问题：第一次买房装潢要注意什么？内容就是这个原 po 啊，终于买了自己的房子，那当然是恭喜他。然后他现在就在研究装潢，这样，然后就发现装潢的细节好多哦，好像没有办法自己搞定。本来是想说是不是自己找工班哦，然后配合工班慢慢做就好。结果现在看一看，好像还是要找设计师会比较稳当。但是他又不想花那个就这么贵的钱，所以就上来问第一次装潢有什么是一定要注意的哦，绝对不能省的。那还有就是什么是住过以后才知道说会后悔的东西，然后来问大家意见哦。那我也来分享一下，我就跟那个汉一陈老板请教嘛，哦，然后他给了建议，这样就是很多屋主都是第一次装潢房子啊，常常会想一些有的没的，这很合理啊，这装潢那么大的钱哦，一辈子不会装潢几次啊，不会像我们一样哦，所以他一辈子没装潢几次，当然是尽善尽美的去要求嘛。那最常见的是什么？就是 TikTok 哦，看太多。啊，什么有嘛？就是一些很夸张的一些装潢影片嘛，哦，都是动画的那种，什么跟老丈人借膨胀螺丝，有没的啊？不然就是说把这面墙打掉，哦，怎么样把空间生出来一堆，哦，有的没的。那有一些很吊诡的想法，这样，例如说油漆色卡可以随便挑，哦，看到喜欢什么颜色你就挑什么颜色，但其实哦，这有差哦。你现场看油漆色卡，它也真的调得出来，但是你为什么涂到你家里，你就觉得怎么袅袅的这样哦？那怎么好像色差很严重？但是其实不会，你真的把你当初选的游戏色卡摆到现场去看，哎，又一样了。为什么？灯光啦，都是那个灯光的问题啦。哦，现场的灯光、空间的大小跟家具的搭配，就整体要一起去考量才会协调。然后更细致的是要去考量到你的色温，例如说你餐桌上方的吊灯，如果打黄灯的话，是可以让食物看起来比较可口。但如果你的墙面是冷白色的话，因为黄光会吃掉蓝光，所以墙面色调上会变得有点像土黄色，质感就不见了。来，你看哦，这我用 AI 模拟的啦，但你不要觉得说看起来还好哦，AI 的图哦，光线都美化过，实际上会更丑。接下来你要知道，绝对不能省的地方哦，其实就是很基本的基础工程。那你省了以后，你后面会非常麻烦。来，第一个水电管线哦，就是你财力允许的情况之下哦，那当然能换新就换新嘛。那新房子的话不用换了，但是你要检查插座的位置跟数量够不够。第二个防水工程哦，浴室、阳台、厨房地面防水哦，该做的避水的试验是一定要做，这些只能，反正就是这个东西日后出包只能拆瓷砖。第三，结构补墙跟门窗哦，有裂缝、渗水、气密不良的地方，就一定要处理跟更换，特别是老屋的窗户，换气密窗虽然会比较贵，但是隔音啊、防渗水什么的啊，条件效果都会比较好。第四是五金零件哦，像是铰链、滑轨、水龙头、花洒这些每天都要用的东西哦，就不要去贪那个小便宜了。想说淘宝便宜就买淘宝，那一般来说哦，外国品牌哦还是会比较耐用。所以贵就让它贵没有关系，你省那个哦，到时候问题很多，你一样要拆下来换。
最后你要知道最常会后悔的装潢，然后我们接着讲这些入住以后才会后悔的事情哦。这个大家网络上也都这样子说。来，第一个插座的位置跟数量不够哦，例如说床头没有双边插座，那你老婆要充电的时候，手机拿给你，两个都躺了哦，都睡意朦胧哦，那去干嘛？帮我充电，就这样。这个就是多考量一下，你既然都在全屋重新装修了哦，但是多一个插座，这个对师傅来说都没什么。所以说你就是自己在记得要提这个要求了，否则插座数量不够，不然要装个延长线，长长丑丑的这样。那再来是忘记在餐桌旁边安排插座，这个也很常见。一开始想说大家都是把吃的端到餐桌坐下来吃了，怎么还要插座？哦，有啊，吃火锅啊，吃火锅是不是电磁炉要搬出来？你当初没留，就会变成说延长线跟电磁炉要一起搬出来，那就会需要插座。来，第二个，灯光没有规划好，这也是很常见哦。因为我们以前在住的地方都怎么样，都是一个爆干亮的吸顶灯在上面，甚至是日光灯嘛，全屋就是白灯透亮这样哦。那结果你在厨房也这样搞，变成说煮饭的时候怎么样？你背光，你会挡住，然后台面的亮度就不够，所以你还要额外去加所谓的柜下灯等等。那你一开始就要规划好了啊。当然啊，我自己也会用那种粘的、磁吸的，然后动不动拆下来充电的那种去打厨房的灯也是可以。来，第三，过度追求造型哦，例如说为了美观去做了很复杂的天花板墙面造型哦，像这样子有没有？很多比较老的房子上面都会做这种雕花雕刻，好不好看再说，但是它怎样？第一个退流行，就是你看了之后觉得，这个是我爸那年代的口味。那第二个是不好清理嘛，都是灰尘，你要怎么清理？很多人久了以后就不管它了。你去看中古屋也是一样啊，你去看中古屋的话，那有一些雕花你去摸，直接去摸，根本都没耐清，就这样。有很多细节啊，都是需要去计算跟处理的。那专业的设计师他本身就知道有这些居住上的细节，就会拿出来跟你讨论，不会说要等你问他来讲这样。然后到时候做完之后你觉得不方便，然后那你又没问，就不会搞这个东西。专业的设计师会有他自己的像 SOP 的东西，一个一个给你对那至少他就会提醒一下嘛，可能会发生的状况你要这样，可是你没讲到这个来，我们做这个那因为呢，这个都是经验经验告诉你的。像我记得那个陈老板就跟我说过，那个隐藏门隐藏门看起来很炫炮没有错，然后很多人会喜欢什么？喜欢把它做成主卧的厕所门，就是不会让人家看到嘛，你厕所在哪里？那这个很常出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手会流汗嘛，有手汗嘛，通常是手一推就进厕所，出来的时候你不会特别去擦它一下，久了以后怎么样？那个隐藏门上面就会出现一块黑黑的，就不美观、不雅观这样了那这种细节就是实战来的有实战经验那被客户骂过的设计师才会帮你注意到这些细节。你说你看很多网红在那边开箱装潢的影片有用吗？不是很多都会拍说搬新家最后悔10大装潢这类的影片，我认为是很好看非常好看，有效果，但是参考就好。为什么？因为他就那一间房子的经验顶多2间然后拍片时候说的问题，搞不好等到你要装潢的时候，有新的技术或材料就可以去解决，那你就会被他们误导。这样，他们没有要骗你的意思，只是说他就装潢一间嘛。他不像设计师嘛，一年到头可能他装潢20-30间了，他累积出来被骂的数量，知道日后要改进的地方一定是多很多的嘛。所以我还是很推荐你，你就直接问设计师怎么样会比较理想。那他会去跟你做访谈，他不是要挖你身家资料隐私，你家有没有小孩子小孩子有几个男生女生他们现在多大？他不是在那边调查犯人，他是要说那小孩子要用什么用什么，他就帮你规划好你等一下影片我就看到汉一成老板就是高手，他就经验很多这样。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聊第一次买房装潢要注意什么。我帮你分析了几个一定要注意的重点，像基础工程绝对不能省尤其是水电管线防水工程、结构补强跟门窗，还有常用的五金尤其是水五金。如果省这些钱你将来修复的成本会高非常的多。然后我也跟你分享了3个最常见的入住后才会后悔的装潢问题。第一个，插座的数量跟位置不够；第二个，灯光的规划出问题就规划不佳；第三个，过度追求造型就说室内装修美感的尽头就是弧形什么都用弧的，那就很贵。那如果你之前没有装潢经验的话，我建议你最好还是找专业的设计师来处理，
因为他们的经验可以帮你避免出很多未来才会出现的状况或问题，让你住得安心又舒适。最后我想问你，你觉得这3种装潢需求哪个最瞎？A. 花好几十万去做一面电视墙，然后电视又买大的75寸，好，直接把它挡得七七八八。B. 因为小孩房间太小，那你就做成上下的，上面是床，下面是书桌，然后他睡觉要爬楼梯，这样子。C. 把主卧浴室门做成半透明的，很有情趣。对讲个题外话，就是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很冷清啊，那让你感到害怕，不太敢继续置产。我的看法是这样先说结论，现在是对高雄市低总价的中古屋而言，教科书级别的巴菲特，别人恐惧我贪婪时刻。真的我没胡乱因为高雄市的重大建设跟民间投资跟工作人口都还持续的在盖在成长，都没有停。2026年开始会陆陆续续的启用或是开幕，而且像台积电的正式上班人数嘛，也都还在成长中，还没有完全发酵。以现在的自产周期要出租放生满5年来看现在真的是比去年疯狂的去年还要美的进场时间点，我认真我这种重大建设旁中古屋的流派就是这里好，赚不是最多但是稳健到爆。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嘛那我都还持续在看呢，你不用怕，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老了有房也有钱关税台币升值就不过是30年自产周期中的一朵乌云而已，安啊。北高雄、南高雄自产中古屋就找台湾房屋美术资讯店林店长处理，赖就加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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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 加这个赖来慢慢看 po 给你的房子都挑过都有战斗力的。反正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了，我们中古屋真的是非常的稳健安啊。台北市、新北市自产就找萧店长，赖就加小老鼠掰台北直接看低于实价登录的房子。最后请你购买我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我会挑出能够拉抬房价的重大建设我的高雄自产作业就直接给你抄，1个月250块钱，自产高雄之前上个保险非常的便宜。你有购买会员的话，就我回答问题会详细也认真很多那通常会用到录音去好好讲，这样没有买的会员我就简答。老了有房也有钱，这个目标才是我们的追求。现在就点开资讯栏加入会员，直接开始抄作业。我是买房阿元，加入会员，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八卦讲八卦就是一路装潢深似海啊，真的是这样大大小小的，然后个案都不一样。我还是要再讲一次就是所谓的银发宅，给老人住的银发宅我再强调一次，这一定是未来的需求，而且它一出来它就会是奢侈品奢侈品。就我们常常听到很多老人还在住公寓嘛还在爬楼梯嘛，爬得很慢，一阶一阶爬。讲到那个公寓爬楼梯我买了一个所谓的爬楼梯用的拐杖你有没有看过？夸张爬楼梯在用的拐杖，它就是拐杖啊，然后它有一个板子可以翻出来，他们就有写所谓的正常脚跟功能脚那一阶一阶爬。你要先正常脚上一阶，然后呢把那个功能脚移到那个板子上面它等于是去降低那个楼梯的高度了。你楼梯一阶大概这样嘛，然后它的板子的话可以让你平在这里啦那它就比较好爬楼梯像这种东西公寓的老人家在用类似的东西辅具当然还有银发的室内装潢未来一定会是大行其道。没办法，老人太多，那你说老人都有钱吗？我跟你讲，台湾的老人就很有钱嘛，而且做室内设计你能做几个案子？我现在突然给你20个案子，你吃得下来吗？对啊，所以说这个东西一定是一个明日赛道现在当今房地产的时下的当红炸子鸡就是那个嘛，包租代管明星产业嘛。那很快应该不用5年接下来就是银发宅室内设计银发宅室内设计我讲出来我也不怕去学或干嘛，应该说做银发宅室内设计的人越多越好那银发宅室内设计这个才嗨嘞那要注意的细节才多嘞，因为银发宅室内设计它就不是一般的室内设计，它怎么样？它要对应非常多的所谓的适应症。适应症就是说，反正每个老人情况都不一样有失智的，有坐轮椅的，有那个要呼吸机的有那个腿不好走的，那有那个手
会已经没有力了，或是手在剧烈的颤抖的，那有听不清楚的，那有那个白内障已经看不清楚的。所以未来银发宅室内设计就是哇，你是半个医生哦。当然这不是医疗行为，他就是问说啊，你家长辈是眼睛看不到了是不是？然后可以啦，很模糊啦，啊，只能那有光啊或什么好，那你要怎么室内设计？你不会让它磕磕碰碰去撞到。你说家里摆太多东西哦，那你自己看一下，那也是你自己摆的，怎么会撞到会跌倒？我跟你讲就会，因为我们都看过啊，我们看到苦主本人自己爱乱蹲，然后来开门接我们的时候，我们手包起来，就这样啊，他自己也是会被绊倒。然后我们去看他现场蹲东西是一回事，我们出来这一致的结论就是啊，难怪他会绊倒。嘿，他在家里又是那个老人家的习惯，他家里说省电不开灯啊，就这样啦。然后那个采光也没有很好了，然后整个昏昏暗暗的啊，他就觉得这样可以。然后昏暗之下，你看他自己绊到自己的纸箱跌倒，然后再来是视力，啊，就那样他也要去拿到水电单，他也要在那个昏黄的灯光之下那边看哦。所以日后有实力的子女或者老人自己有存一笔钱的哦，开始会去做这种所谓的银发室内设计。那目前国内没有什么这种人才哦，那有的话可能都是转行，比方说他是做长照的哦，他就知道老人有什么出逃有什么问题，老人就是明明手都没力了，他还是要煮饭哦，那个厨房的台面啊要降低一点还是什么的，一大堆哦，就去弄这个东西，很特别。如果再让我重来一次的话，我会往这个地方发展哦。就你看到我就不是买房阿元哦，你看到我都是什么老人房阿元之类的。因为我个人认为这个真的是，我当然知道社会上有资源，你要投资，应该要放在小孩子身上，小孩子是明亮的未来嘛。嘿，那你放在老人身上有什么用？没什么用，他只是来一个终老而已嘛。哦啊，就是这样。可是就是帮老人做啊，就来个终老啊，不要带着恨离开这个世界嘛。努力了一辈子，还不是就是想要安度晚年？所以银发室内设计哦，真的是有机会你可以去尝试一下。我为了这个我就无聊嘛，我为了这个我还去，我让我爸妈去住好像2个晚上还1个晚上我忘了，在板桥。板桥有一个叫杰士堡你知道星光的，然后说什么星光的老总自己也住里面，它有3栋，一栋是旅馆，在那个板桥车站那附近，走路要走一段在那板桥车站附近，然后其他2个就是做那个，你要讲它叫养生村吗？还是什么？可能它在那么市中心呢，看起来是大楼也不是村啊，那个就是给银发族住的养生宅。我故意请他们进去住，然后住一住之后看怎么样，反正就是银发宅，真的是有一大堆需求。比方说那个马桶，他们回来我说有什么特别的，他帮我拍照回来我要看，他就跟我说那个马桶，我说马桶有什么好讲？他说马桶是尖的，你有看过尖的马桶吗？我们一般马桶就是那个马桶很尖哦，就这样尖出去他说那个老人在上的时候脚不用打那么开，脚如果打得太开的话，那他站起来会没力，没力可能会摔倒。然后马桶旁边都装那个反正是大开眼界所以如果你想要参观的话，你去看一下人家入住的那个影片或者你就直接招待你家的长辈老人爸妈，你叫他去住嘛。那个时候可以试住，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啦，因为他如果一对老夫妻要去住的话，一个月报价是13万，所以他提供了试住。你看为什么老了有房也有钱？你老了你有房你就会有钱了，你有租金嘛，或是你怎样嘛？如果你老了没房你没钱的情况之下，你要怎么安度你的晚年？一个月13万呢，住市中心爽不爽？当然爽，爽不爽？拿钱来换。所以说室内设计银发宅室内设计就是说提供了什么？提供了中间选项，就是让你住的比较好，虽然品质等级没有到养生村，到不了的啦，人家是厨师供餐然后早餐的话下去吃了像饭店里面那种 buffet， 然后跟我说我吃到一个食材很特别，叫蜂蜜炒，什么东西我看了恶心，就是蜂蜜但是它不是一罐蜂蜜让你用咬，它是直接好像蜂巢这样，然后你可以直接拿下来咬。我说吃那个蜂巢会有事吗？他说那个是蜂蜡，就是咬一咬也没有味道你就把它吐出来什么东西在养生村真的是吃好穿好。那银发宅室内设计不错啊，就是让你家长辈安度晚年，那你自己也用得到啊，对不对？所以再让我重来一次，我真的会往这个方向前进。今天就是讲那个室内设计你看在国内银发宅的室内设计讨论有够少，你现在要去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几乎要拓荒，那就来拓嘛，对不对？因为以后是必不可少的少子化浪潮我们台湾已经是超高龄社会了呢，有20%都是65岁
以上的人口了，这个需求很快会来到。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啊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吧？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样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三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蘆洲，他们店在蘆洲，蘆洲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在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什么老屋翻新隔套老公寓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HANYI 汉一。